踩到瑜伽砖上吗？是瑜伽砖上还是有那个坡度的？瑜伽砖那就不对了，瑜伽砖还是比较高的。如果练腿，它确实会比较累的。但是你这个递增组放到最开始是不建议的。练腿第一组可以递增，第二组就不能这样练啊，就是你不能拿递增组或者递减组放到第一个动作一开始可以递增啊，就递增到你相应的组数，后面的话就不能再来这种递增或者递减了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累了，会让你后面做组的质量不高。因为在刚开始几个动作的时候，你都要专心的去做组，而不是做这种递增和递减。递增的话，在刚开始的动作第一组是可以的，递减的话，在你后面的动作最后一组是可以安排的。如果安排到中间，你的整体的组数最多就是对于新手来说最多就2组。我说的这种一组里面又分2个或者3个小组，那就强度太大了啊。如果这次训练相比之前它的容量加了很多，或者让你重量就是让你承担不下来，然后或者让你练完吐了的这种，其实强度已经很大了，就是这个强度已经算跳跃了，就是你对你的身体已经超过你能忍受的这个刺激程度了。那加了很多，就说明我觉得这个是欠考虑的哦，这个训练计划是欠考虑的。训练计划欠考虑，我觉得这个动作安排也有问题。如果像那个，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动作，他做一组，把你的腿整体激活了，然后再去练深蹲，那还好。练3组，你练3组，你整体深蹲就没什么力了。两练很累呀。如果是分为大肌群、小肌群这样练还好，休息的过来。如果都是大肌群就不好恢复，你明天要好好休息。练腿就是这样，心肺功能跟不上就有点缺氧。呀，都10点42了，这也太晚了。太晚了，今天也挺晚了。我都忘了我做了多少组了，应该有12、13组了。2组12组，随便再推几组。如果第3天才恢复过来，这个强度还是挺大的。但是我感觉你之前的训练量就挺大，要么你不会3天就恢复得过来。如果你之前没怎么练腿，可能得5天，照这个训练法，可能得5天。训练计划得怎么安排？就是你这次训练完，等你下个循环开始的时候，你身体能完全恢复，而不是说这次练完，比如说你最后一个循环，不是，就是你第一个循环最后一次是练腿，然后等到第2个循环一开始就很影响你的状态。其实不同的训练方式让你，比如说提升一下你的心肺功能，或者是让肌肉承受一下它之前没有的这种刺激，也能提升你的肌耐力。就是偶尔可以练，但是如果一直这样，一直是这种健美的方式，或者按那个职业的训练法，我觉得不合理哦。特别是自然的训练不能这样，不能按那个职业的训练方法去练你，就不能按那个职业健美运动员的训练方法去练你。自然的话不应该这样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他们为什么会练？因为他们恢复得很快，而且不会太累。
silent night that never died. My father told me. 最大强度。然后后面的话其实也有好处啊，就是在后面恢复你的强度以后，你会感觉，这个你练腿的话更轻松，你的心肺功能就提升了一些，然后你的耐操程度就是对整体训练量的这个耐操程度高了一些。再来1-2组，做臂屈伸结束。最后一组做完，再来个俯卧撑衔接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俯卧撑比卧推要好，主要是因为俯卧撑需要有个搭子帮你一直加重量。那强度太大了，我跟你说，按那种方法，其实对于现在的我都受不了。就我练一次我也会吐，我知道，我心里清楚，因为我最近腿练的少。那个强度，我原来最多的时候做过什么？最恐怖的4合组，深蹲完倒蹬，倒蹬完弓箭步，弓箭步做完再做腿屈伸，然后第2组就从腿屈伸弓箭步回去，然后再倒蹬，最后深蹲。呀，特别是就是第2组回去的那一下，真的是难受死。我是说这个连到一起的啊，就是你中间就只有走路的那个时间，或者放杠的那个时间可以休息。腿屈伸热身，这个就是完全健美的方式去练的。
下午搞了一下，女生推的力量本来就弱，健身房能找几个做标准俯卧撑的女生很少，除非有一点训练经验。休息一下。40已经不错了，40已经不错了，在女生里面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推的力量是需要年限的，对女生来说更慢，对男生来说都比较慢，更别说对女生。你问我身高干嘛呀？不，男生女生比不了的，你要多看女生训练，你不能只看男生训练。你不能拿男生的标准要求自己。男生本来长力量就比女生快得多。不对，这句话逻辑有问题，不是说，这个长力量快是上重量上的要大，然后长力量其实这个速度差不多，长力量的速度差不多，越到后面越慢。但是女生和男生的力量水平是没有办法比的。举卧，这个糊糊，我感觉之前是不是来过直播间？哦，你是运筹的哦，运筹的，我是举卧的，红马旁边。再来2组臂屈伸嘛。是的，就那好多女生一减脂的说，我不要肌肉，不要肌肉，连走路都走不了了。没有肌肉，她连骨架都撑不起来，就是一堆骨头。好潮啊！还行吧，染了黄毛就是潮了。我其实不想染黄色的，其实我想染个棕色或者茶色的，你知道吧？茶色的那种。后来看看这个还行。你说的对，下次女生再这样说，我就说肌肉还不想要你呢。不想腿粗肯定啊，不现实。
臀腿就不分家，你的臀大了，你的腿肯定会多多少少会粗一点。但是想练粗没那么难的，我倒是想把腿练粗呢，练了这4年多5年，虽然这个腿的频率，我觉得没有上肢多，肯定是没有上肢多，因为上肢比如说原来5分的话，上肢练4次，下肢才能练1次，然后到之前我想扣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腿倒是经常练，一周大概练3次腿，一周应该就是3次腿。就呢，我的腿到现在都没有很粗，我都不满意，跟我上肢比还是有差距。你现在觉得腿粗了不是好事，等你年龄越大，你越觉得，这个肌肉和你的寿命和你的这些身体的各个机能都是有关系的，就是你腿上的肌肉。你现在可能，比如说年纪小一点，觉得腿粗不好，你年龄越大，你的优势越明显。我觉得它跟这个寿命是成正相关的啊，多多少少都会影响，不管是运动能力，还是以后的这个抗击打能力、抗摔能力都比较强，骨密度都不一样。是腿型是天生的，但肌肉是能练起来的。肌肉是能练起来，也有一部分，大部分是遗传原因，也有一部分后天造成的，我肌肉呢？我怎么能没肌肉呢？呀，阿元又来了。不是，也不是啊，也不是说腿型好看了练腿才好看，腿最终你只要能练粗，腿都是好看的。感谢阿元的点赞。这个颜色是偶然染的。我小腿不粗，小腿一般也比较难练粗，小腿粗大部分是遗传或者小的时候走路有问题。偶然染的，就是我本来是染一个棕色或者那种叫什么茶色的那种，然后它要漂色，漂到第2种的时候，我感觉这个颜色感觉还可以，后来就搞了。红色不行啊，灰色吧倒还行，灰色也可以。然后我感觉直播镜头里面看着，因为这边整体暗了，可能显得更黑了。但是如果我在这边看，就是没有色差的这种对比的话，其实还是挺显白的。山西王嘉尔都来了。不是费尔南多，是从我刚开始直播到现在，基本上我直播他都会来的。就是虽然我中间断播了很长时间，很感谢他。对，我还有2组必须生没做完。小江这个发型不是这个发色怎么样？我其实一开始想染那个茶色的。对了，就是刚才也有人说让我把眉毛也搞一下，其实我也感觉到，就是眉毛这儿看着还有点深，就是对比比较明显。然后其实一开始想染那个茶色或者棕色的那种，然后漂到
就是比较亮的那种茶色或者棕色，然后漂到一半的时候，感觉这个发色还行。对，真爱粉，阿元原来也是真爱粉，是不是我停播了一段时间？求吴彦祖，可达鸭，你对曲沃有足够的认识了，饸饹面让你印象深刻。感谢费尔南多的点赞，谢谢你的点赞。好，开始做必须生嘛。最近忙，最近好像11过了，好像都挺忙的。哎，小江最近是什么打算呀？小江呢？小江还在哦，小江还在直播间，还好吧，在家里躺平。我觉得工作这几年确实应该放松了，然后要想一想以后自己就是你们2个人嘛，我觉得还是能想一想以后的路还该怎么走，最好自己做一些事，然后能稳定一些的。却没尝过蜜根本没想过感受你喜怒哀愁。阿元，你是要考学我还以为你是教培行业。你是不是要考研呀？考研还有2个月，11、12，2个月多一点。对，一定要自己干，哪怕就是成本低，然后器械不怎么样，千万不要买好器械。如果自己搞的话，千万不要买好器械，就是买自己用的顺手的，不要很贵的，然后慢慢来，别急。也不要一下把摊子搞太大。考大学，加油！我有一个学生应该也要考了吧，明年也要考了。我看到时候我们有时间嘛，如果有时间倒是可以去。我们也好久没有回重庆了呀，我到时候和常总商量。年底倒挺合适的。对，我之前在重庆工作一定会邀请我们，一定要邀请我们，不邀请我们我就你就是重庆人，你是哪里的？中线在哪里？是不是比较偏呀？反正不在这个城区，不在主城区。你到时候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玩。反正山西吃的真不少呀。然后顺带可以把这个西安也逛一逛，因为离得都比较近不在城区。那就我之前在什么沙坪坝呀、渝北九龙坡、大足、南川，还有哪里？还有空港那边都待过。老张，我觉得他的状态还挺好的我觉得老张的状态还挺好的，他平时也能调节过来，不像我们，我感觉我们之前工作就死累的，就是能让自己不歇着就不歇着。老张调节的真的还挺好的，然后也能把整体的业绩梳理好。你就休息吧，他的压力应该挺大的吧？现在应该挺大的。黄毛今天下午刚染的，我本来想染另一个颜色，只不过机缘巧合搞的这个，在漂的过程中感觉这个颜色还能接受。感谢可乐薯条椰的点赞。
7月份嘛，我就知道多多少少也会带一带，做做兼职之类的。痛苦面具戴上。教培还是挺赚钱的。你应该是音乐专业的吧？我感觉音乐专业的如果带这种，还是挺赚钱的，甚至比自己正式工作还要赚。再来一组，再来一组，休息，再来一组下播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打到公屏上哦。一天练几个小时？我如果不直播的话，我自己练的话，可能一个小时15分钟左右，基本上就练上肢就差不多结束了。如果练下肢时间长一点，但如果我直播起来说多了，我组间间歇就拉长了，然后播的时间就久。我可能已经播了2个多小时了吧，这次练了训练应该2个多小时了，做了有多少组动作？将近20组吧，将近20组，其实对我来说已经够了。体脂再压低一点嘛，先增一增，然后到后面明年开春开始往低的压。